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栗子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满月在巨蟹座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能量上的改变以及指引。那满月在巨蟹座会发生在1月13到14号这个之间，然后它会是一股很强大的清理的能量。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呢，这个时间会很容易情绪起伏大，或者是莫名的低落，要记得多花时间，陪伴自己，然后多了解自己的内心的状态。好，那选项的话有底下3个。由左至右分别是第一组、第二组跟第3组。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，选好的朋友我们就从第一组来开始解牌咯。嗨，第一组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你们选到的是这个蓝东林跟海蛇牌。海蛇牌呢，它本身是代表着我们脉轮的第2个脉轮脐轮的部分。它这个地方的话，代表着创作力、爱与美跟亲密关系，不论是人际上还是家庭，都会是你未来3到6个月内很重要的一个课题，还有你自身的安全感。对，这边的话也跟沟通表达能力有关系，因为这个背景是蓝色的。那其实这一组的朋友们是一个很被保护的一群人，就是你看，你如果是中间的这个圆点，那外面就是有一个海蛇在保护着你。有可能你本身的动物指导灵就有像蛇或者是龙之类的存在，然后这边这个圆点呢，代表的是你外面有这样出去的小水花，它代表的是你的生活周遭，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都是你内在投射出去的，就是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中，不论是爱也好，或是挑战，都是来考验跟指引你前往到正确的道路，就是让你学习，然后突破跟成长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满月之时想要带来给你什么样的讯息。这组的朋友应该会有一个新的开始，因为会创造一个新的东西，新的生活形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权杖4逆位，圣杯侍者逆位，再一张这里，战车牌逆位。这组的朋友们目前的状态，其实你们是心中很知道自己想要去做什么跟完成什么，还有你的生命中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。看这张牌的话，你其实原本状态是平衡的，但是最近这个满月的状态，你的心情跟你的那个行动会很容易受到月亮的影响。就像如果满月的时候会涨潮嘛，会有潮起潮落，那你的心境也很容易跟随着月亮影响去做一个改变。那这边的话，你的情绪已经有点满出来了，所以你需要做一个清理跟清空的状态。因为这边有这个圣杯侍者，你需要去倒空你内心的一些焦虑啊跟不安的想法，然后最近可能会有阴阳失衡的状态。这边有这个战车牌。战车牌的话，它本身是跟成功啊，然后出战有关系的。如果在韦特里面的话，就代表说你对于你自己的成功、成败这件事情会有点太过于在意，然后会有点想要掌控，但是事情又没有办法朝你所掌控的这个方向前进，会让你觉得很不安。那你的想要前往的那个方向，它现在目前为止会有点像是在舒适圈里面，就是你想要去打破这个舒适圈。这边是权杖4，你想要打破社会的眼光啊、框架，或者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影响。比如说爸妈会希望你走哪一条路，但是你发现一条你更想要去完成跟指引做的路，那你现在要去做这个打破的动作，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但这样子的话，会有一段时期是让你比较动荡跟不安的，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一切的这种感觉。
那这个是打破的必经之路，就是要前往一个新的东西，势必是先有破坏原有的这个平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组的朋友们可能很晚睡，所以你的那个情绪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得到排解的，要记得早点睡。然后，如果是这个阶段的话，要记得多多的观察，再做行动，比较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。再一张。然后这边恋人牌跟圣杯九，还有宝剑五逆位。你如果有跟别人有口舌之争，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件事情，别人会觉得，你干嘛这样做啊什么的，有很多的意见跟想法。这边的话跟你说，你要先稳住自己的内核，就是你的核心。你的世界是以你的心为出发点开始扩散的，所以你内心怎么想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你很容易去显化你想要的事情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所以你要很注意你内心的那个想法。这组的朋友们可能会很常，一开始的模式会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幸运啊，没有那么成功，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格，但现在你就是已经有点受够了这样子的思维，所以你想要去突破这一切，让自己脱胎换骨，成为崭新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恋人更多的是你会去欣赏跟爱你自己，那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很容易去吸引到一个跟你一样的，就是过去他对自己也比较没有自信，或者是活在别人的建议跟指引下。但现在的话，你是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去，站出来，选择自己生活中想要什么样的人事物显化在你的生命之中。那如果你面对一些流言蜚语，或者是别人的不理解，这边的话，他会觉得，你可以不用跟他们说这么多，因为不同频率的人，你跟他们讲太多，他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。这个时候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的决定，你只要自己想清楚了，真的是你喜欢、你想要的去做就好了。然后我觉得你也会出现一个灵魂伴侣，在这个3到6个月内，那这个伴侣呢会跟你蛮像的，他会跟你走有一个很像的道路。那你要遇到这个对象的话，首先就是你要先空杯，然后站稳自己内心的这个点。会有很多考验来考验你，你是不是真的想要去执行你心中所要的梦想。然后你如果够坚定的话，这份礼物就会来到你的生命之中。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在这一年很重要的是关于幸福这一件事情，你敢不敢相信自己值得拥有幸福？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灵魂牌卡，想要给这一组的朋友们什么样的，太多了吧，建议。等我一下哦，我想要抽个2张。这组的朋友们很受这个宇宙的喜爱，就会想要给你们很多建议。我来看一下，真的2张，好。召唤挺身而出的时刻，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是他这边跟你说，你其实你的灵魂已经经历过很多的训练，然后还有独特的天赋，现在最重要就是回应你心中的召唤，并且执行去做就好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你要做这件事情，它可能是跟唱歌啊、艺术创作跟声音有关的，也有可能是做 podcast 或者是主持人专栏的那一种类型。声音的频率深深潜入。那这一组的朋友们，如果在听音乐的时候，要注意的是，要选比较轻快，然后比较正面的去听，就可以有效的安抚你的心灵，比较不会在这个动荡的时期，然后心也随之动荡。因为你看，如果你状态好的时候，你是可以隔绝外界的这个动荡，就是外界这边在飘，但是你里面是很安稳的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。对，祝福这一组的朋友们，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，然后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我的频道，我们就下一次见咯，拜拜。好了。嗨，第2组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！你们选到的是这个绿孔雀石跟这张鱼的牌。那这一组的朋友们，在生活上啊是会比较随意的，就是跟随自己内心所想的去行动，就像一只鱼在大海里面，
他要游去哪里，没有特别的目标，就随看他心情，他想往东就往东，往西就往西。但这样子的话，让你在人类世界这个地方，就是你会过得有一点迷惘。在你心绪比较不稳定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点没有办法达到平衡。像你可能会到处旅游啊，去看看跟走走，但你就会想说，那自己真正的归宿在哪里呢？像这个绿孔雀石，它本身代表的是心轮，就代表说，如果这组的朋友们要有找一个家跟心理归宿的这样子的感觉，它其实你的那个家就在你的内心里面，只是最近这个巨蟹满月的能量蛮重的，所以你们可能会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。这组的朋友们对月亮的这个变动会很敏感，比如说满月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情绪好像快满出来、爆炸了一样，这样子的感觉，所以你需要去做一个释放跟清理的动作。那平常的话，你们的直觉力其实很强，做事情很跟随自己的直觉。我觉得直觉是一种保护你们的状态，就是有些危险啊，或者是幸运的时刻，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那样子选择，但选了之后，的确为你避开了许多的灾害跟获得好运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组的朋友们会抽到什么样的讯息。钱币9逆位，权杖6逆位，圣杯1正位，再一张，看一下圣杯1后面接什么。权杖10逆位，这组的朋友们现在来到一个很重要的阶段，就是你过去拥有的东西跟你打拼下来的江山，你会觉得要让它就留在2024，不论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。可能大家在看你的时候会觉得，你好像很成功啊，然后拥有了很多东西。确实，你就是很努力的在这人类世界中生活，但是你会觉得好像就是缺了什么东西，就像这个成功。跟配上这个金币，你会觉得我的这个成功跟我拥有这么多钱，好像不是我人生中真正的成功。就是你的人生中灵魂使命上真正要成功，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这样子的感觉。你有其他想要去完成的目标，然后现在已经前面的阶段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，这有可能是跟情感关系联系上有关的。这边是圣杯，那如果是对应到这个钱币9的话，跟工作相关的话，有点像是你要去做你内心真正喜欢跟爱的那种相关的行业，比如说做帮助别人的疗愈师、心理咨商或者是医生之类的，就类似这样子。真正你喜欢，然后可以帮助到别人的产业，你过去做的产业有可能是可以帮你带来很多钱跟利益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带给你快乐以及满足。那不外乎这组可能有些朋友过去会发生被裁员啊，或者是经营的事业垮了，就创业失败这样子。那这个失败，它其实是在提醒你说，要调整你经营工作跟事业的这个心态，要以善为本的出发，就是要考虑的第一优先考虑的不是利益，而是这件事情，这个行业你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到自己跟大家，让人类走往更好的这个发展的。所以这边的话，你就会受到这样子的挫败。那这边你也是决定说去把过去的这些压力啊跟束缚都给放下了，你不愿意再继续拿着这些东西，因为你很清楚明白新的事情即将要展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新的事情要展开。来到第2组的生命之中，宝剑2。吊人牌逆位，钱币侍者，
好，权杖国王正位，这组的朋友们呢，我觉得要来到你的生命中的是，你还是会有一点犹豫不决跟优柔寡断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如果要放弃过往的成就啊，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人，没有这么的容易。其实要说不容易也还好，就是看你心中有没有下那个决定。但你可能有2个东西在做一个取舍，就利益上跟你内心层面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。有可能你现在这个事业钱赚很多，前景很好，但不是你心中想做的，所以你就会很犹豫。但是你想去做那件事情，你可能要重新来去做积累，因为这边有这个钱币侍者。那这边跟你说不用怕，就是如果你重新去积累你所要做的事情，你已经具备了所有要去开创这个新的事业跟新的生活的条件，就看你想不想要跨出去。那这边有一点是，你可能会有点不太敢去看过去的失败跟那些体悟，因为你们的感情能力很强，所以这个情感会让你在内心想到就觉得不安跟难受。但是真正要解决方法的那个智慧呢，最重要的核心关键就在你内心到底真正是怎么想的，就你受伤的那个地方，就是你要去跨越跟解决的地方，你的宝藏就藏在那个地方。对，要看有点像是往回看你失败原因是怎么样的。比如说像我之前讲到的，他可以赚很多钱，但他不是以人为本的行业，那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些调整？不然你会很容易重蹈覆辙。但你如果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，后面是会有贵人来帮助你的。这边有这个权杖国王，会有一个在那个行业里面，你要做的这个新行业里面有权威的贵人，然后他是很开朗跟热情，愿意去帮助你显化你想要做的事情的。这边看是这样，那你前面要先放下这些压力跟束缚，这个人才会出现。那这个人也可以代表的是你，就是你会有一定的实力，然后又有行动力去做搭配，就是土跟火的组合，有行动力又有实力，这样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很快就可以成功，就你人生中想做的这个目标。对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灵魂牌卡想要给这一组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。宇宙真的耶，宇宙的智慧就在你之内，就是你就像花跟动物一样，我们都有那种生理时钟嘛。就如果生活很规律的话，我们会自己知道说什么时候该起来，什么时候该吃饭，什么时候该睡觉，就是类似这样子的。但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智慧跟能量，遵循你内心的召唤跟那个智慧的指引，它可以帮你通往你想要去做的这件事情的那一条路。就这组的朋友们是很聪明的，如果你想要知道是什么事情，就是往你的内心问，你最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是什么？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念头，那个就是你真正的答案。然后这组的朋友们呢，如果抽到这个鱼，他会建议你在生活之中可以先设立一些小的目标，因为你现在是失衡的状态，所以你设立一些小的目标去做的时候，你会慢慢的累积你的成就感，你才有勇气越做越大。这边你会犹豫，有可能是因为没有累积到那个成就感，但想要做的事情很大，会让你失去信心跟不敢往前走。所以设立小的目标，就像这个金币侍者一样，他是初学者，一步一步慢慢来，那后面你就会成长成权杖国王，有行动力又有实力的这一个你心中最崇拜的那种人，就是你就可以成为自己心中最喜欢的那个人。好，第2组的解牌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，谢谢你们的收听，拜拜。第3组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你们选到的是这个金鱼跟紫水晶。紫水晶刚刚我放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其实你们在挖掘你们内在的古老智慧，跟你所不知道更多关于你的那一面，在3到6个月内，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，去稳定你的内心。那平时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很沉着冷静的一个存在，就大家看你的话会是这样子的状态，然后
会是蛮可靠的，有什么心事或者是有什么烦恼都会想要跟你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满月的时候，这组朋友宇宙有什么样的指引想要给你们。好，圣杯侍者逆位，好，愚者牌正位，这组的朋友们啊，有一个重新出发的能量。过去可能，也许在人际关系上吧，或者是你心灵承载上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找你去诉说他们的烦恼啊，或者他们的问题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帮你解决你的问题跟心中的苦恼，所以你会承接了很多别人的压力。那这边的话，你其实已经走到一个想要去空杯倒掉那些情绪的状态，所以最近你的情绪的状态是会有点不太稳定的，跟你往常比起来会比较不稳定，然后很容易大起大落，但是你还是会尽量在外面想要维持一个乐观开朗的形象。不过别人可能都看得出来说，你其实是有一点点心事在上面的，但你会觉得身边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去理解跟懂你的内心的心情，这样子的感受。那这边的话有这个愚者牌，就是你在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淬炼之后，你决定踏上属于你自己的旅程，就是别人的问题啊，或者是别人的想法什么的，你会先放在一边，更遵从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以及召唤。这边的蝴蝶蛮多的，还有这个面具，就代表说你会揭开你这个笑笑的面具，去真实的面对你内在自我的感受。那愚者牌的话，梦境蝴蝶，就代表说你在梦境其实潜意识中会去提醒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蛮容易做预知梦的，会先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让你的心绪去安定下来。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靠直觉在走的一个阶段，就你想跟随你的心啊，你不想再跟随别人说一定要怎么样之类的。现在的话就是你的心要去行动。那这边是圣杯八逆位，我觉得你会去离开你已经不适合你的人事物，就比如说前面说的没有办法去同理跟理解你的人，或者是不再健康的职场关系，你会去离开那些好像表面上很好，但是其实私底下你在看的时候，因为你们这一组的人在看事情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深，所以你其实早就知道说那只是表面上大家好像装和平装开朗，但是不愿意去面对内心真实的黑暗。其实这组的朋友们很勇敢，是敢于去面对自己内心真实的黑暗以及感受的，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帮助你重建你的生活。因为这边有战车牌正位，就代表说你接下来去做一件事情是跟你的成功有关的，3到6个月内，这边会有一个。这边有一个离开嘛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像窗户的感觉，你会迎来一个新的机会跟机遇，那它是跟成功有关的。现在的话，你就是要清理你的能量，然后把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啊，跟你的心灵的状态调整好之后，你要去做一件新的有关于你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。你不想要再像别人，或者是有一些人，他们还没有醒悟，还在假装自己很好很快乐。比如说做一份工作好了，他待在一个大公司里面，好像自己很有头有脸，但是说真的，他做那份工作不快乐，但是他又不敢离开，这就是有点像是外表好像大家看都很好，但内心不敢承认自己不喜欢。但是你们这组已经领悟到这个道理，所以你们就是开始往内看，跟准备自己要去做的事情。这段时间的话，很适合充实你自己。就你想要做的那件事情，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跟条件，可以先去多多的学习，让自己有更多武器，然后迎接这个新的机会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这个圣杯皇后，你要对自己温柔一点。就是这组的朋友们之前都是对别人很温柔，但是你可能会对自己很苛刻。这边有那个皇后牌逆位，你会对自己很苛刻，然后甚至有时候你可能自己犯个错，就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啊什么之类的。
这组的朋友可能会有完美主义的倾向，这边的话跟你说要对自己温柔一点，然后也要注重像这个皇后牌，但这边是男生，所以有可能是你的父亲他会很像阴性能量比较重，然后会比较温柔，比较像女生一点这样子的感觉，可能会担任你在家里妈妈的这个角色，要注意她的身体健康的状况。你的像这个战车牌，它本身也是代表巨蟹座跟家有关的，所以未来3到6个月内，家庭还有父母会是你的一个新的需要去关注的点。重新整理自己家里的摆设啊，然后去让自己的家是自己喜欢的氛围，这样子的感觉，找到你内心的那个安全感。好，钱币骑士正位，所以你会去找到你内心的这个安全感，去重新布置自己的家，然后包括你的人生，你想要怎么做，想要往哪里走，你会去锁定这个目标。然后积极踏实的往前走，这样子。所以你是有做起的，所以你是有，比如说家里有养毛小孩，我刚刚想说这是豹可能养猫咪啊、鸟类，或者是应该不太可能养鹿吧，反正就是会养一些动物去疗愈自己的内心，让自己生活平衡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灵魂牌卡有什么样的建议跟指引。星辰祖先、隐藏的秘密、失落的智慧，看深一点，跟这张牌其实有呼应，就是你会去开始探索自己人生的使命，想要去做什么，你会去锁定这个目标。其实你已经在探寻了，有可能这组的朋友们会对埃及啊，或者是一些古文明感到非常有自信。那在看的同时，要小心不要太过于着迷，因为这张牌的话本身会有太过于着迷的问题，要记得。如果你过去可能在埃及啊，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文明有过转身，那是过去的事情。你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帮助自己的生活，创造更多的奇迹。但是不要去执迷于过去的那个身份，因为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。我们要往前看，看深一点，看到背后的那个真相，就可以有利于你前往人生成功的道路。好的，谢谢第3组的收听。想知道更多，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。喜欢的话，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我的频道。然后我的 IG 现在会更新每周的星座运势，也可以追踪，然后就可以看一下提醒。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，谢谢你们的收听，拜拜。